朋友们，你知道如何运用心经中的顶级智慧，来帮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苦痛烦恼，让我们在修行这条路上走得更加顺畅吗？关于心经呢，我们在之前有过一次通篇的解读，今天我继续带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如何让心经来指引我们，在滚滚的红尘俗世当中，更好的去体验和修行。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修炼心法，如果你能悟透并且在生活中去实际运用，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让这4个心法在你观自在的实修过程当中助你一臂之力。第一个心法，闭6根。当然我在这里说的闭6根呢，并不是要让你放弃你的视觉、听觉、嗅觉等身体功能，或者去损害自己的身体器官，而是指当你在遇到困境、问题、烦恼、情绪、艰难抉择等等逆境功课的时候，主动的去有意识的暂时屏蔽掉你此刻所看到、听到、闻到、触到以及想到的一切。我们通过主动的去不看、不听、不闻、不触、不想，来暂时的停止和这个外部3维世界的交互，暂时让自己实现离一切相。这个过程就是禅定的过程。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让我们先从头脑的噪音当中呢，真正的安静下来。当我们出离了一切头脑的相以后，那么此时剩下的又是什么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的觉知了。当我们离了一切相，让自己全然的进入意识的状态，进入了安静，那么此时你就是由想变为了参，变为了觉。所谓的参禅就是这个意思。进入到这种禅的状态，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不同程度的转化，会让我们有机会捕获到超越头脑思维的灵感，会让我们的觉知力获得提升，也会让我们有可能在之前无法看清的深深困住我们的困境和抉择上，获得一个全新的更高维度的视角，得以让我们去把这个困住自己的问题给空掉。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烦乱之时，在痛苦之时，在情绪起时，在面对诱惑之时，在面对重大抉择之时，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看、不听、不闻、不触、不想，让自己有意识地主动进入到这种6根关闭的状态之下，把头脑中的幻象和噪音清除干净，把暂时遮蔽住自己的社会习气清除干净。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去觉知到当下真实的发生。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有些电影或者动画片中的镜头，当里面的人物心中升起杂念、恐惧，或者面对敌人制造的幻觉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往往会坐下来，闭上双眼，堵住耳朵？还有一些电影里的高僧，在面对妖魔作怪的时候，也会选择闭眼打坐念经。其实这些都是在关闭6根，让自己暂时不看、不听、不触、不想，以此来让自己安住当下，出离头脑，保持觉知。我不妨再举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假如你对别人说的话起了反应，不管这个反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你让自己完全活在了这个反应里，那么你就是着相了，就是住在了一个空无自性的虚相里。那么随后等着你的，就一定是造作和苦厄。此时你要做的，就是在觉察到自己起反应的时候，马上要做出行动和抉择的时候，立刻提醒自己诸法空相，然后去有意识地拿掉你所听到的那些内容，处理你刚才升起的反应，然后再用你的觉知去感受一下，真实的发生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另外，我们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冥想和正念的训练，
其实也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让六根保持清静，让自己暂时的断绝头脑思维，体验安静，感受觉知的第六根的修炼方式。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心法，警惕所得。这个心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时刻都要对自己是否有了所得，有了所住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有了得，那就不对了，那就一定是你又进入到了习气之中，又着相了。当你一旦感觉到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时候，一旦感觉你自己此刻拥有了什么，你就一定要对此提起觉知。老子在《道德经》里也教导我们：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意思就是，即使自己创造出了某些东西，圣人也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即使自己现在有做到某些事情的能力，圣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了这个能力，可以一直凭借于这种能力。即使自己创造出了一些结果，达成了一些事情和目标，圣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了任何的功劳和功德。你看，在这里其实老子所讲的和《心经》中的无所得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次感受到自己有所得的时候，立刻提醒自己，我什么都不曾真正的拥有过，没有任何东西曾经真正的属于我，我的内在本自具足，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得到，所以我也什么都不会失去。心经告诉我们，无所得才能心无挂碍。一旦认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我又出来了，就是这个我又拿起了一些东西，这个我又多了一些执念，这个我又增添了一些挂碍。一旦你试图去抓住这些根本就不存在，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的东西，那就是你苦厄的开始。比如你照镜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年轻貌美的脸蛋和性感的身材，当你一旦认为是自己真的拥有了它们，并且由此生出了喜悦、满足、自信、优越等等的情绪，那就是你有了所得，有了挂碍。你应该做的是，一旦觉察到自己对青春、对容貌产生了所得心，就要立刻提醒自己诸法空相，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在时刻的缘起缘灭，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我安住于当下我的年轻，我的容貌，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拥有它们，我甚至可以接受随时失去它们。再比如，当你看见你的存款越来越多，你认为你拥有的财富和安全感增多了，于是由此你产生出了喜悦、安全、踏实、幸福、骄傲、满足等等的情绪。那么不好意思，你又有了所得。同理，当你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你认为你拥有了这段关系，甚至你认为你拥有了对方，不好意思，这也是有了所得，心生了挂碍。还有你的人设、名誉、社会地位、能力、心情、朋友、健康，甚至生命等等。对于这一切，一旦你觉察到自己对他们产生了所得心，那么你就要立刻提醒自己应无所得。最后你要做到让自己只有知无，行而不住，心不染浊，一步步地实现《金刚经》中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好，接下来是第三个心法，警惕我。顾名思义，它就是让你随时随地地进行内在审视，是不是又住在了那个我上呢？或者说，是不是自己现在的行为又在认同、突出、助长、滋养、壮大这个我的存在了呢？具体的修炼方法也很简单，当你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升起，不管是开心、喜悦、兴奋、骄傲，亦或者是悲伤、愤怒、焦虑、
低沉，你就要马上开始安静地观察一下了。是不是和我的出现有关系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你能否把你当下的状态，用例如我怎样怎样了的句式描述出来。如果能，那么就是这个我被你找到了。仔细想想，我们的情绪其实往往都是被这些以我开头的句子所牵动，不是吗？比如我被谁冒犯了，我得到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别人如何评价我了，我变老了，我受伤了，我富有了，我贫穷了，我成功了，我失败了，我不如谁了，等等等等。一旦你观察到了这个我又出现了，那么就要立刻对它提起警觉心。但是注意，我并不是说你要去评判它，而是你要带着觉知去安静地观察它，通过观让这个假的我流经，让真正的我临在。比如，你用手去摸一杯水，感觉到非常烫，那么此时你就要去觉察，是不是自己又习惯性的在烫前面加上了一个我，也就是我感觉到很烫呢？去观察这个我的出现，去让自己意识到感受到杯子温度的，是你自性所具有的觉，而不是那个我。一旦有了一个我在前面，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个觉，一切就都变成了你头脑的认知、概念和评判。这就是苦厄的开始。这个我十分的狡猾，这个我无处不在，无处不显现。我们要对这个我呢，时刻的保持警觉和觉察，要通过让觉知先于我而行，来让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无我。好，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的修炼方法，那就是先从平常不去说，也不去想那些以我开头的句子和画面做起，把所有表达前面的我通通都去掉。你可以试着练习1个月，然后再看看自己到底会发生怎样惊喜的变化。最后第4个心法，警惕确定性。整篇心经一共出现了7个空字，17个无字，这都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所执着着的一切都是空无自性、无常变化着的相，唯一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就是空性本身，就是流变本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却往往都在执着和追求着确定。一旦面对任何的不确定，面对自己确定的东西被打破，我们就会变得无法安住，内心升起焦虑恐惧。但是现在通过对心经的体悟，我想大家已经知道诸法空相，因无所得，因无所住。一旦你的心里开始认为某个东西是确定的，那一定就是有了所得，有了所住，心有了所染。所以以心经为鉴，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对我们对于任何确定性的评判和追求都保持觉察。一旦你发现自己正在执着于某种确定的东西，比如确定的结果、确定的发生、确定的关系、确定的收获、确定的健康、确定的时间、确定的人、确定的事、确定的回答、确定的回报、确定的反应等等等等，那么你就要提醒自己了，诸法空相，缘起性空，一切都是暂时而又随机的，缘聚缘散，哪里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呢？一切的缘起缘灭，都是你此生的体验和修行功课而已。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训练方法，每当你觉察到自己又在执着或者期待着某个确定的时候，就提前先让自己试着去感受和接纳那个最坏的结果，并且做好随时迎接它发生的准备，然后告诉自己，
如果现实真的这样发生，我会坦然地接受，因为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说过的，真正以体验和修行的心，去面对无常的人生。好，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对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又有了一个新的感悟，那就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就是没有安排。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当下行所当行，让结果随缘，然后接受任何的结果，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好，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4个实修方法。每一次的观自在，都是一次针对你习气的刹车，都是向内在回归迈出的伟大的一步。当然，它们并不是代表了全部，其实还有很多的奥义和心法，我会在之后慢慢教给大家，大家可以对照着心经中的智慧，去验证和实践一番。最后，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心经所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或者说它所开始给我们的，如何以一颗出世的心，在尘世中去体验和修行，那么我认为就应该是下边的这句话：我享受并且安住于包括我生命在内的每一个当下所赋予我的在这个红尘中的一切，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它们的空性本质，我也随时准备好了失去它们。好，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